对了，红旗啊，上次小魏给我送了一些阿胶，我忘记放在哪里了，你带我去找一下好不好？我要送给蜜兰姑娘，女孩子吃阿胶最好了。好的，奶奶，我扶您去。哎，好，你们坐啊。你问吧，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全都告诉你。你爸爸有没有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小习惯，或者他有什么外人不知道的忌讳？总之就是一些别人不知道的生活细节。我爸爸，他不喜欢4这个数字。吃东西的时候，总是喜欢把不喜欢的先吃光，喜欢的反而都留在最后。他喜欢在家用米饭蘸着酱油吃，可是他在外人面前就从来不这样。他说吃相不太好，就这些了。他不喜欢4，把喜欢的留到最后。对，这就是他的规律。米兰小姐，谢谢你。云鸿深，你在查我爸爸的事情？对，有点眉目了。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要替他报仇。你放心，我很快就能找到那个人了。处长，你先出去吧，这封电文我亲自抄收。是。还有一种密码的编制方法叫9宫格密码，9个位置分别代表了1到9，它们横向、纵向加起来的数字之和永远是15。他不喜欢4这个数字，不喜欢的先吃光，喜欢的反而都留在最后。爸，我终于做到了，我成功了。破解巴克的密码，这只是第一步，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我知道，可我一定会想办法阻止我拿到密钥。其实真正可怕的不是你的对手，而是你自己设下的心结。你怕他，他就显得格外的强大。你应该正视他，他不过就是个对手而已，有弱点，也有缺点，所以要相信你自己，一定可以战胜他。爸，你相信我能做得到吗？老师，局座有新的指示吗？那些共产党就没有消停的时候。出什么事儿了？校长命令司令长官放弃长沙、退守衡阳的消息被共党捅了出去，现在重庆方面都乱了套了，学生罢课、工人游行，报纸上说什么的都有。那些大人物天天跑到校长家去闹，就连孙夫人也出面了，校长很是头疼，局座压力很大。我们应该拿出一个积极的态度，尽快找到情报和暗杀计划的幕后主使。密码本云鸿深破译的怎么样了？具体的情况我还不太清楚，云鸿深好像并不信任我们，很多事情都要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尤其是密码本的破译。老师，我希望您重新考虑您的决定，让云鸿深加入军统，未必是个正确的选择。我相信我的眼光。可他这个人太不可控了，
难道您不觉得他对我们有敌意吗？难道你不觉得收服一头野性难驯的野兽，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吗？可他的真实身份到现在都没有核实清楚。老师，您别忘了，云鸿深的背后还有一个云木之。您从前亲口对我说过，云木之身上的疑点太多了，连您都看不清楚。云鸿深回国之后，一直在他父亲身边，谁都不知道他是黑是白。这样的人，我们用起来风险太大。看来你还是很排斥他。进来。镇长，野护回电。去吧。云鸿深的身份搞清楚了，这小子不但能用，而且用好了还是一把利剑。你要知道，像你和云鸿深这样的利剑，对于我来说越多越好，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长沙小孟城，在长沙有人的地方就有云鸿奇的朋友。人呢，有的时候朋友太多未必是件好事。您是想从云鸿奇下手？错了，我只想让云鸿深低着头的走进咱们军统。大少爷，都交代下去了。刚子说了，这李妙涵大小算个名人，他的事情根本就不难查，也就2天吧，他就会把所有的消息汇总过来交给咱们。小黄跟老鼠呢，也有他们自己的门路，耐心等2天，那李妙涵的祖宗8代啊，定给他翻出来。但如果李妙涵真的是有问题，那么他对外的身份就一定是无懈可击的。大少爷，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您知道吗？您现在说话的感觉跟二少爷太像了。真的？你看我学你，您看我。那他对外的身份，就一定是无懈可击的。怎么样，像不像？您就说像不像？道兄，哎，你现在不忙啊？大少爷，您看书，我去干活。我可忙，您看书啊，我办事去了。秦老板，这好久没来你店里，你这生意怎么样啊？哎，黄长官，最近生意不景气，烟都快没得抽了。这个您别嫌弃。秦老板，你就放心吧啊，我啊有内部消息，你这生意啊保准能好起来。啊！刀锋启动，不许动！他说呢？啊，来的时候这家伙已经死了，一身的酒气。据我们现场初步勘查，应该是醉酒驾车之后出的事故。走，李组长。
靖国强是长沙城防副司令，日本人一定会盯上的。这家伙是出了名的好色。假设李妙涵有问题，这个靖国强会不会已经被攻破了呢？屈文志叛逃，和他有关系吗？小申，靖国强死了。什么时候？怎么死的？半个小时前，车祸。杀人灭口。我们刚查到李妙涵，这和李妙涵有暧昧关系的靖国强就死了，是不是很巧？哥，这并不是什么意外。军统有奸细，文彦明肯定也在查那个宾治学家。他查到李妙涵是迟早的事，只要用了军统的人和资源，那个奸细自然就有办法知道。果然是好手段。那李妙涵会不会有危险？我们要不要把他也控制起来？他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靖国强一死，李妙涵就会成为军统的重点监控对象。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灭口，只会留下把柄。日本人也不会这么蠢。不过，靖国强一死，把焦点给模糊了。到底是他有问题，还是李妙涵有问题？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未知之谜。所以线索就是断掉了。他费尽了心思制造出这样一起车祸，哥，他肯定会留下什么线索和把柄的。就算有线索，我估计我们也看不到。军统的人一定会把情报给控制。大少爷、二少爷，你们快过去看看吧！那个文长官又来了，他说要来抓大少爷。云老夫人，我们无意冒犯，只不过云大少爷牵扯进了一桩买卖军事机密的案子当中，我们必须要把他带回去，请他配合调查。牵不牵扯进去，不是你上下嘴皮子一碰的事吧？哼，阵仗不小嘛，啊？你来这里干什么？警察局的黄涛，你们应该都很熟悉吧？尤其是你云大少爷。你们军统现在真是胆子不小啊，都敢带人来我们云家了。小黄我认识，怎么了？城东有一家杂货铺，是一个秘密的情报交易地点。黄涛曾多次向杂货铺的老板出卖情报，包括一些重要的军事机密。他现在被我们抓获了。据他交代，你们之间有过几次非法交易。费心思了，真是费心思了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你们确定要在这里说下去吗？奶奶，您就安心在家里等着，我和我哥跟他们去一趟，把事情说清楚。您放心，这只是一个误会，我哥肯定没事的。奶奶，您放心，只是走个过场而已，过去跟他们把事情说清楚了，也就没事了。我们晚上回来陪您吃晚饭。你们放着汉奸，日本人不去抓，整天盯着良民不放，真不知道你们要干什么。我以我对党国的忠诚做担保，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了，我们一定会把袁大少爷毫发无伤地送回来。奶奶，放心，借他们10个胆，他们也不敢把我和小申怎么样。放心啊，照顾好奶奶啊，该做的做，不该做的别做。老太太，要不我们去找杨部长帮忙吧？再等等。小申，你给我记住了，不要因为我向他们低头，听见没有？我们云家子弟，不管到什么时候，膝盖都不能软。不管对谁。云大少，请。我们站长要见你。小黄这个案子啊很麻烦，他现在为了保命开始胡乱攀扯，所以这个黑锅云红旗是背定了。你是想捏造出一个把柄逼我低头，以便更好的控制我，对吧？你错了，我只是想给你一个台阶下。
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我知道你这次回来是为了进军统的。昆吾现在已经注意到你了，如果你这个时候主动加入军统，他一定会猜到你的目的的，他是不会坐以待毙的，所以你的处境会很艰难。我明白您的意思，虽然是假戏，但咱们得唱真了。柯敬平，他一定会暗中来调查你，只要他确认你不是他的敌人，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加入到军统，因为这样，他才能更好地控制你。所以你就要顺势而行，根据他的节奏来，在适当的时候，你就告诉他，密码本在你的手上，那他就会加快动作，设计出一个就连昆吾看着都比较真实的局，来威胁你加入军统。这军统自说自话的本事，每次都让人大开眼界。你没有否认啊？我也没有承认啊。我很清楚你这次回长沙的目的是什么，你势必要加入军统。因为我们的想法都是一致的，所以我并不反对。年轻人，好自为之。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柯站长，你不要以为拿小黄做做文章，就能给我哥定罪，这不可能。如果明天上午之前你要是不把我哥放出去，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人来问候你，包括咱们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他要是知道您不去追查暗杀他的幕后主使，却盯着我们云家不放，他会很不高兴的。就算是云家人，也不能威胁军统。你不要自找麻烦。哎，这不是威胁，这是事实。再见。他太狂妄了，也不好驾驭。他和他父亲一样，都是很难驾驭的人。但是像这种人，我没有心思驾驭的，只要稍加管教就好。老师，我有个问题，如果他真的想进军统，为什么不顺着您给的梯子爬下来呢？如果他真的顺着梯子爬下来，这戏唱的就不真了。看来还得再加一把火啊。老师，云鸿深回长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作为一名优秀的特工，要时刻收起自己的好奇心。对不起，我错了。去吧。邱团长，这凌处长也是一番好意。你说这靳司令这不幸遇难，这总得把事情查清楚，才能告慰他在天之灵。你说是不是啊？啊，冷静点，别冲动。他们要是真有本事，还用得着验两回事啊？靳副司令生前也是响当当的抗日英雄，凭什么让他们来回摆动？老子就烦这种一天到晚装神弄鬼的人！让开！邱团长，邱团长，弟兄们，把枪放下，放下！你们把枪放下，快放下！邱团长，你说大家都没有恶意，你又何必闹成这样呢？凌处长，您总算检查完了，这齐副团长都急了。他最近得罪过什么人吗？你什么意思？不是车祸吗？是车祸。走吧。人为车祸可能性很大，这块玻璃很长，从靳国强的右眼睛穿到了后脑勺。从当时的撞击力度来看，如果是在车祸当时穿过去的，血迹喷射范围应该更大，出血量也会更多。但您看，靳国强脸上的血迹喷射范围明显要小一些，而且渗透进玻璃的血迹情况也与事实不相符。这里比较深，而且比较自然；这里的比较浅，出血量也更少。你的意思是，发生车祸的时候，这个玻璃并没有插到靳国强的脑后，而是车祸以后，有人硬生生的给他插进去了。
差不多可以下这个结论。李良回来跟我汇报过，但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他没有跟我提过。有2个可能：一，他技术不行；二，他技术没问题，却刻意向你隐瞒了这个情况。你的意思是这场车祸跟他有关系？站长，我不想再这么温和的调查下去，浪费时间而且无效。那你想怎么做？您已经走了第一步，我会再下一剂猛药，借别人的刀逼云鸿深就范。只要他可交出密码本，那个内鬼自然就会现形。我同意。长官，照这么说，这云红旗这次可是凶多吉少啊！他这回能保住条命就不错了。这还是看在云家从前对党国的贡献上网开了一面，连司令长官都默许了。你们白爷，好日子可是要来了。哎呀，这都是托您的福啊！这以后啊，还得请您多多关照呢。哪里，不过我还得提醒你一句，这瘦死的骆驼它比马大。哎，你们最近也别太招摇了，毕竟这云家他还没彻底倒台呢。明白，我们呀绝对不会让您难做的。来，长官。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代号，是在5年前。你应该还记得，民国23年发生了藏本事件。你爸爸当时有一个可靠的线人，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工作。藏本失踪的前天晚上，这个线人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那儿听到的这个代号。哎，这里不用打扫，走开！说你呢，走开！哎，你干嘛？让开！金童已经找到了藏本，要不是坤我，这个须磨弥吉郎说话本来就声音不大，他又不敢听得太久，所以隐隐约约只听到了2个关键的信息。藏本事件之后，他就彻底静默了。你爸爸查了他5年，毫无头绪，甚至连他是男是女，潜伏在什么地方都无法确定。说起来，子爵还是他调查昆吾时的意外发现。
白爷，白爷，好消息！昨晚上下大雨，把女装缸盖的一栋新楼给冲塌了。好，太好了，这真是报应啊！也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哈哈！看来云家大势已去啊！我得好好筹划筹划，怎么样才能痛打落水狗啊？喂，魏校长。好，我马上就过去。前2天还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就塌了呢？可能是昨天的雨下得太大了，还刮起了大风。奶奶，要不您就别去了，我一个人去就行。我要去，那是你爷爷半辈子的心血，我得替他守住。老太太，您这是要去哪儿？不吃饭了？还吃什么饭呢？赶紧去看看，走走走。师母，师母，您怎么来了？啊，不来看看，我不放心呐。现在很不安全，您跟着我，注意点。好。天哪，怎么成这个样子了？是啊。现在我们再让他们重新修。那边也塌了，是很严重，您注意安全。这大少爷要看到这儿，不得心疼死？没想到弄成这样，一定要想办法快点修好。小心！慢点。白爷，人绑来了。从湖，扶起来。好嘞，你给我起来吧你！老人家给你透透气儿啊。娘，娘，娘！无头你个王八蛋，老子要宰了你！奶奶，珊珊，在这儿。奶奶，你怎么样？没事吧？哎呀，没事，吓得够呛，溅一身泥。啊，没事。谁给你们的胆子？吃了豹子胆了啊！好了好了，小刀，算了，他们也是听命于人。回去告诉白金奎，等我们大少爷到了，有他好看。滚！啊！你怎么在这儿？这事儿跟你们有关系吗？我们站长有话跟你说。奶奶，那我先过去一趟，您在这儿等我。我先回去了。好，注意安全。小刀，
您慢点。您没事吧？为了逼我就范，你堂堂的一战之长，居然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我觉得你应该理解成为我是在特殊的时间出现救了你奶奶而已，你应该感谢我才对。你明明知道有人要对我奶奶动手，却不提醒我，反倒纵容事态恶化。我不找你算账就不错了，我还要感谢你。你应该很清楚，你现在跟我合作是你唯一的选择。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现在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稍不留神就会伤害到你的家人。你的哥哥是很厉害，但是隔行如隔山。日本人如果想背着他去动你奶奶的话，易如反掌。刚才的事情你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像白庆奎这样的人都可以轻易得手，那就别说像那些训练有素的日本特工了。年轻人，我是在帮助你。等我找到了密钥，破译出了情报，难道真的要把它交给军统吗？不，你不是把它交给军统，你是把它交给中国军人。每一个在战场上跟日本人作战的军人，都需要正确而有效的情报。不过，在找到空物之前，密码本是绝对不能交出去的。成交。既然要加入军统，那就少不了要纳一份投名状。那个内鬼那么想要得到密码本，那我就给他来个投其所好，让他们看看。没有看错你，是个聪明人。有什么话就说吧。刚才的事，白庆奎绑架云家老太太跟我有关系。为什么？你要是一个特工的话，就不要问我为什么。之前您告诉我，我们的终极信仰是让所有的老人跟孩子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自由而安全地活着。您做的这些事情不是在玷污信仰吗？对老人和孩子下手，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耻的事情。那你知道什么叫做牺牲吗？国难当头，有的时候结果比过程重要。有些事情，我永远都做不到。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超越林寒。这件事情他也参与了。最关键的那把火就是他放的。文一鸣，你最近怎么了？林处长，我们以后可能没有办法做朋友了。我做错什么事了吗？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永远都没办法怂恿别人绑架一个无辜的老人。都是为了更快地达到目的。我们时间有限，况且老人也没……我尊重你的理由，但是我不接受。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但现实太残酷了，总有一天你也会变。不，我不会。这就是我和你的区别。有些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做。你可以走了。小申呢？你们把他怎么样了？他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统的特工了。
你坐吧。各位，这次的行动事关机密，除了在座的各位，所有的步骤细节，我不希望让第6个人知道，明白吗？明白。站长，我不相信他。我也有同感，谁又能证明你就不是那个内鬼呢？你的身份还没有经过甄别，我不想冒额外的风险。你在这次行动中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的行动你可以不用参与。其实凌处长只要在行动的后期，配合我们完成你应该负责的那小部分就可以了，其他的你也没有必要参与更多。这里是军统，不是你们家里面。我可以告诉你们，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我认为可以非常相信的人，你们可以有你们自己的想法，但是在这次行动面前，你们要做到精诚合作，以大局为重，明白吗？明白。是。站长，我有一个要求。你说。在找到那个内鬼之前，八哥的密码本只能由我一个人经手，包括向重庆方面还有司令长官的汇报，以及汇报之后的相关反馈和汇总。你的意思是连站长都不能经手是吗？是。李洪深，你要改一改这种单打独斗的习惯。我不知道你以前在哪儿做的训练，但是你现在是军统湖南站的一份子，你一定要尽快的熟悉这儿的工作程序。你连站长都不相信，你何必加入进来呢？老朱，我同意任洪深的想法，只要把源头掐住了，后面就不会有问题。你能保证吗？没问题。好。现在是8点46分，14分钟以后行动正式开始。你独自去发报室发报，把破译出来的情报向重庆方面报备。是。快去报告站长，有情况。是。对不起，站长，是我的工作不到位。我不想听到这些废话，去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是。
看到没有？这就是你们的脑子。这么一点点的小把戏，你们竟然都看不出来？你们二位不觉得你们失职吗？一个人送外号火眼金睛，一个人送外号鬼见愁，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啊！朱副站长，对，这件事情结束以后，你亲自把中层以上的干部全部给我过一遍筛子。是。林处长，这个内奸的命运必须终结在今天。我保证。林处长，这个内奸的命运必须终结在今天。我保证。这个房子什么时候租的？这个房子是去年年底租出去的，我给房主看过照片，他认出租房的人是牛二红。房间里的人呢？没抓到。站长，人跟丢了不可惜，重要的是那个内奸，他还会再活动的。司令长官的人什么时候到？应该快到了。这个内鬼这次没有得逞，他肯定会在下面的环节上下功夫。各位，我希望从你们嘴里听到一个准确的名字，好吗？是。林处长，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是副站长让我干的。这次多亏陈副官帮忙配合我们演这出戏，我们才能抓到内鬼。您这话太客气了，都是本职工作啊。朱副站长折煞我了。话虽如此，要不是陈副官来这一趟，造成接走密码本的假象，李良也未必会上当。正所谓戏要演足，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陈副官啊，司令长官最近怎么样？挺好的啊。代我向他问好。好。哦，你放心，我一定带着啊。我还有点事情。柯站长，请自便。啊。哎，陈副官，请。好。朱副站长让他去的。客观的讲，李良不符合我心中内鬼的样子。他愚蠢的近乎鲁莽。当然了，这有可能是他装出来的，目的是营造一种毫无心机的假象。反倒是朱副站长，他不论性格还是能力，都符合我心中内鬼的样子。但他像，不代表他就是。最成功的间谍，往往最不像间谍。出额这么大的经费，你为什么压着总务处不让他们向我汇报？你是副站长，为什么要瞒着我？这个结论先不要过早下。文一鸣和云洪山现在去李良家了，等他们回来，这个情况再说吧。是。徐处长，过来找我。把这个发给野狐。是。亲自发，不要让第二个人知道。去吧。你们站长为什么让我来搜李良的家？他现在也是你的站长。啊，对，我这还没有适应过来呢。张飞大怒，征圆环也。咬碎钢牙，滚鞍下马，进入馆驿，把门人哪里阻挡得住？看来他是很喜欢张飞啊。这个猛张飞粗中有细，看来他这是以军统的张飞自居啊。他给副站长送礼，又让人拍下送礼的过程，就是想在关键的时候拿捏副站长，真不要脸。国难当头，副站长居然还能心安理得的受贿，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种事儿可多了去了，说不定咱们站长受的贿比别人还多呢。老师不是那样的人，他为了心无挂碍的报国一直没有成家，他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晚上就睡在办公室。他的生活中只有工作，虽然他现在……总之，你不了解情况，不要胡说八道。他是你老师啊？啊，好，我错了。这的确，我们没有了解情况，就这么随便一说，做出错误的判断，那我向你认个错，行了吧？你整的也没有必要这么大脾气，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吃了炮仗呢。这些东西你还是私下交给站长吧，他不会作为证物出现的。为什么？哎，这说了你也不相信，你可以问问你们站长。字翼德，字云长，这都是厉害的人物。哟，这里有这么多香烟呢。啊？金黄牌香烟。出现在卫生间的烟头，应该是33个，可牛二红的垃圾车里只有32个，少了一个烟头，一个金黄牌香烟的烟头。那个给牛二红传递情报，用的就是这个牌子的香烟。看来，这里面肯定有很多的东西，会是意想不到的，得好好看看。
站长，你听我解释，都是副站长让我干的。在你们开会之前，他给我送了封信。亲。密切关注会议室情况。二进会议室以后制造乱局，阅后即焚。信上还说，让我阅后即焚。那信我没收，放在我办公室第2个抽屉里。我们派人搜过你的办公室，没人找到那封信。这不可能，我明明放在那儿了。林处长，是。你让牛二红租下了你家隔壁的房子，打通做了密室，还有我们站对面202的房间也是你让牛二红租下的。这是租赁合同。牛二红是你的远房表亲，这些年你让他帮你做了不少事情，每一桩每一件他都告诉了他的妻子，这是他妻子的证词。他还留下了证据，你有几次是通过香烟向外传递情报的，在你的家里也搜出了好几条金黄牌香烟，可见这是你常用的一种对外联络方式。牛二红留了个心眼，他一样画葫芦，买了一样的香烟，在上面掐出了一样的印记，作为日后活命的本钱，以防你杀他灭口。可没想到，他还是遭了你的毒手。你，站长，他是栽赃陷害，牛二红没这脑子。屈文志被杀那天晚上8点57分左右，你在做什么？我在车里警戒，接应文一鸣。不，你当时下了车。来包烟。对，我是下车了，我买了包烟。你打了个电话。你放屁！文一鸣，我们到达上海的当天，红酒房的行动结束以后，我去你房间找过你，你当时不在。后来你跟我说你去买烟了，我问过烟店的老板，你买完烟去电话亭了。我是打了个电话，我打给副站长的，包括那天晚上打架的事情，也是他让我办的。我给李良额外安排了一个任务，具体的任务情况我都向站长汇报了。屈文志这件事不可能善了，所以倒不如让我们把它变成一个解释不清楚的乱局。所以我做这件事情，就是要把局面搞得更复杂一点，把精力分散出去，别让他们老盯着咱们不放。而且您放心，执行任务的这些人都是秘密发展启用，不在档案之内。等他们办完事后，也有很安全的去处，绝对干干净净。文一鸣，那天晚上我到达上海饭店5楼的时候，屈文志的保镖已经堵在电梯口了。很明显，有人给他通风报信。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吴彦明，你怀疑我，我还怀疑你呢。屈文志是不是你放走的？还有靳国强是怎么死的？站长，我是让牛二红给我租过房子，但是我没有让他传递过什么情报啊。我在上海的时候，我也没给屈文志通风报信，他也不是我放走的。至于这个靳国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发报室外的小镜子，你什么时候贴上去的？什么小镜子？这不是我干的，这不是我干的呀！站长，喜欢三国？喜欢里面的谁啊？张飞。你是喜欢他勇而有义，还是报而无恩啊？当阳桥头一声吼，河断桥凉水倒流。我看你就是魏延，天生反骨。
站长，谁叫我站长？你对得起党国，对得起校长吗？站长，这不是我干的，是副站长，这些照片都是他让我拍的。你有什么证据？什么？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是朱副站长让你做的？我也没有证据啊，但是我有他受贿的证据。闭嘴！现在所有的证据摆在面前，你还敢抵赖是吗？李良，我认为你真的不应该叫这个名字。朱副站长对你有知遇提携之恩，你到现在还死咬着他不放是吗？站长，这不是我发誓不是我干的。上线是谁？我没有上线。袁洪深，到。从现在开始，你是行动处2组的组长。明白。如何？这个人交给你处理，我不想再看见这张脸。是。站长，你相信我，站长，不是我干的。站长，朱贺，老子给你多少东西？站长，您找我。坐。袁洪深的情况呢比较特殊，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办。我不希望再出现第2个李良。是。还有就是站里中层以上的人员甄别的事情也要抓紧。但是要注意方式方法，别影响了士气。您放心，我已经着手安排了。还有就是密钥的事情，时间不等人啊。你有什么具体方案没有？老朱，啊，你有什么看法？啊，密钥。我现在具体方案还得再想想。如果我能找到杀死八哥的凶手和李良之间的关系的话，这个密钥的追查方向就清晰了。分析的有道理，这将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老朱啊，我们认识有些年头了吧？坐。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了解。有些事情呢，我只要结果，过程怎么样我并不在乎。但是，让我装聋作哑的前提，必须我们是要在同一条船上，明白吗？明白，站长。您放心，站长，我心里有数。辛苦你了。站长，您还没走。我就猜到你还没走。怎么样？想明白了吗？我想不明白。坐。屈恩致死的时候中了3枪，是被3个人从不同的地方远程狙杀的。日本人不想他活着留下来，上海的程站长怕他活着节外生枝，也想让他死。我猜，第3颗子弹来自我们长沙站派出的杀手，对吗？朱副站长派人去上海除掉叛徒，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他的一片苦心，我不好苛责。然后呢？这个冒死铲除叛徒的英雄，事后也被李良灭了口，对吗？来了。副站长还有什么指示？
没什么指示。有次我闲来无事去码头上看光景，正好碰到一帮学生在写生，我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面带笑容的人，哪怕他衣衫褴褛，但是他画的画当中是有光的；一个面带愁容的人，哪怕他穿得再光鲜亮丽，他画出来的画也是暗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可以找出适合自己的颜色，可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我真的不知道哪种颜色适合我们。我们的工作是灰暗的，它不光明，不光明就代表着丑恶。为了救人，我们可以无数次地挥起屠刀；为了一份情报，我们甚至可以欺骗身边最亲近的人。我们的良心还有道德底线，无数次地经受着拷问。可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就是一个特工应该做的事情。我始终认为，我们对待弱者的态度，代表着这个时代的底线。一旦越过了底线，所有的信仰都会变成空想，不值得追随。这些话千万不要让第二个人听见，很危险。我做不到。当初我追随您是因为您对我有恩，我选择这条路是因为这是一条救国的路。可是现在这条路越往下走，竟然充斥着越来越多无辜的杀戮和卑鄙的阴谋。你知道局座给我颁发伟人状那天跟我说过什么吗？他说：“静平，我最欣赏你这个人的一点就是你够狠，不仅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现在这个时候，你应该忘我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如何做到忘我？就是让自己绝对的狠心和绝情，不要对任何事情抱有幻想。你不是做不到，你只是太软弱了。”哥，这么晚还没睡呢？去我房间说吧，别吵着奶奶。昨天我是怎么跟你说的？这不是膝盖软不软的事，我必须要进军统。必须？你跟我说必须？你现在把那必须两个字给我咽回去。军统是什么样的地方啊？每天枪林弹雨咱不说，就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儿，你不是不知道啊？不是你吃人就是人吃你，你活腻了吗？啊！我既然选择了干这一行，我就做好了随时付出生命的准备。闭嘴！我最不想听你说这些话。小沈，你做这些事情，对，是爸让你干的，但是现在爸不在了，没人可以为你去考虑这些事情了。我是很想帮你，但是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时候还经常给你帮倒忙。你真的是嫩，你不是他们的对手。你想想看眼前的这些事情，你刚刚答应完文业明和他合作，他转过身就派杀手在米兰的家门口等着我们。小黄这件事情明显就是设了个套，等着你往里面钻。奶奶差点就被白庆奎给绑架了呀。那个军统怎么就那么及时的就把奶奶给救下来了呢？这不是巧合吗？你不是最不相信的就是巧合吗？我看这军统就是和白庆奎联合到一起干的这件事儿。这军统这种做事的方式，
往好听里来讲，就是下三滥。好，我相信你，你可以做到近墨者他不黑。但是你能保证没有人在背后害你吗？你是有些本事，你可以以一当十，但你就算是一块铁板，你浑身上下能打几颗钉？你能把所有陷害你的人全部打倒吗？啊，能吗？哥，你放心吧，我应付得来。我刚才说的话白说了吗？好，那杨叔叔呢？杨叔叔知道这件事吗？这是我自己的决定，跟别人没有关系。哥，你千万不要把我和杨叔叔的事跟别人说。还有，你一定要记住了，我们之前在鹿山寺见过杨叔叔的事，你一定要忘记。我心意已决，是不可能会改变的。谁？我。站长，你怎么知道我这儿的？我这个安全房没有任何人知道。只要我想，就没有我不知道的。这是你要调查的对象吗？李良肯定不是无辜的，不过他说的话未必全是假的。你要调查朱副站长，你有证据吗？没有。那你知不知道朱副站长和司令长官的关系？知道。那你还要调查他？查。如果我不允许呢？我不习惯说违心的话，所以您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您。也就是说，只要你想查的人，不管他是谁，他有什么样的背景，或者是谁给你什么样的压力，都没有办法阻止你，是吗？是。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这个事情只限于我们两个人之间知道，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可以跟第二个人互通情报，你能做得到吗？没问题。你有什么方向吗？首先还是要确立副站长和李良之间的关系，我是说，真正的关系。我和上海的程站长打过招呼，他那儿有什么消息，他会第一时间告诉我。还有就是文彦明和李良去上海那天，朱副站长从站里申请了一笔数额庞大的经费，我和总务处打过招呼，你可以去调查。谢谢站长。不客气。但是我想告诉你，动作要快。如果真的是他，他不会留给我们太多的时间。喜欢里面的谁啊？张飞。你是喜欢他勇而有义，还是暴而无恩啊？当阳桥头一声好，河断桥凉水到了。我看你就是魏延天生反骨。站长，站长，这不是我干的呀，是副站长，这些照片是他让我拍的。这个内奸应该是心思很缜密的人，李良不太像。
站长的顺序不对。快起来，有异常电波。小娟，你的信。谢谢你啊，米兰。没事儿，顺路捎过来。小芳，这是你们科室的信。啊，好，谢谢你啊。不客气。哎，蓝医生，刚好您的信。谢谢米兰。不客气。刚子，老手。坐。老板，来碗粉。哎，得嘞。怎么，这么急叫我过来，是不是我让你们打听的事情有消息了？李妙涵有几个经常去的地方，我问了好几个在那边拉活的兄弟，他和什么人一起去的，待了多久，有没有互相送过什么东西，我全都记在这上面了。够详细的呀。可以啊，刚子，辛苦了。我把我们那些兄弟也叫过来问了，我还真打听到不少稀罕事儿。来，我跟你说，这个李妙涵呐，就是个交际花，真的？可不，他经常出入各种舞会，勾搭不少人呐。老太太，您的茶。大少爷，您的茶。早餐好了吗？马上就好了。好。哎，红旗，你看看这篇文章。早啊，奶奶。早啊，肚子饿了吧？早餐马上就好。哥，昨天晚上睡得好吗？你弟弟跟你说话呢。奶奶，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你不吃早餐了？走了。早餐是一个人一天中最重要的。你。小朋友，这些天画喜欢吗？喜欢。喜欢啊？喜欢哪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小鸟？那哪个是大象呢？大象。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大象呢？因为这个有长。文姐姐，你来了。真聪明。燕子，看姐姐给你带什么了？油条，快拿去分吧，每个人1根哦。快去。这个，我喜欢这个。你们好好玩啊。好。好香啊！我要一个。我也要。你来这儿干什么？你跟踪我？你就没跟踪过我吗？你不但跟踪我，还监视了我的家人，这事儿咱俩就算扯平了。我那是因为翻旧账可是小女子的做法，你是吗？你不是。你是有女侠之风的巾帼英雄，翻旧账犹如你的身份。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我警告你，我不允许任何人拿孩子们做文章。那种没品的事儿，我才不屑于干呢。你上次把我的车贴得花里胡哨的，我猜那些广告贴画是送给孩子们的。你都贴在了我的车上，你拿什么送给他们？我是来帮你送的。谢谢啊。不客气，同是己手足嘛。你有心事？你进军统，你家里人支持吗？他们不知道。不知道？
那你瞒着他们？他们都不在了，不存在瞒不瞒的问题。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无所谓，世界上的孤儿又不止我一个，没什么不能提的。失去父母不丢人，丢人的是走错了路，让父母蒙羞。你真的很优秀，也很善良。你父母泉下有知，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你家人不同意，是你哥？你是怎么猜到的？按大多数人的逻辑，不同意的人应该是我奶奶。我虽然和你奶奶接触不多，但是能看得出来，她是个心胸开阔、深明大义的人。只要你坚持的路是对的，她不会阻拦你的。倒是你哥，他做事太冲动了，考虑事情也不周全，而且你进军统算是他间接促成的，他心里肯定不痛快，能同意就怪了。不过你也不用太放在心上，你哥跟你过不去，主要原因不在你，是他自己没想通。内鬼已经死了，你是不是可以把密码本交出来了？哎，你相信那个李良是内鬼啊？人赃并获为什么不是？而且证据确凿，所有的环节都对得上。李良绝对有问题。虽然吧，他是有问题，可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啊。站长，你看，这个电波是今天凌晨1点38分出现的。它有什么异常吗？没有什么异常，之前没有出现过，这是第一次出现。我根据这个信号，圈出了一个大概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有一个地点让我非常不安。你看这儿。加强监控，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是。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怀疑的人不止我一个。我夜里来了档案室，发现李良案的卷宗被人动过手脚。有人动过这照片。可见这个案子还是很可疑的，所以对这个案子感兴趣的人还是很多。你可以把你的疑问向站长汇报。没必要。哎，我的意思是，站长肯定会比我们想的更明白。如果这个案子我分析得很精准的话，那这个内鬼肯定比李良更厉害、更难对付。那么站长肯定就会想到更周全、更保险的计划。如果我们这么匆忙就汇报的话，万一影响到站长的计划就不太好了。我分析的是不是还挺有道理的？你别整天板着个脸啊！云鸿深没有对文业明说出全部的猜测，他感觉李良背后的人就是昆吾，而昆吾这个时候把李良推出来，明显是有深意的。他想用李良终结军统内部对内鬼的警惕，内鬼消除了，内部就安全了。那么云鸿深交出密码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他真正的目标是密码本。怎么样，大少爷？详细吧？这老鼠兄弟虽然不识字儿，可他眼神好，他记性好哎。这屈文志叛逃那件事情在报纸上一登出来，那老鼠兄弟一眼就认出来了。他亲眼所见，这屈文志在李妙涵家过夜。啊，可不是吗？他也太不自爱了吧！